大家好，这里是 German Knight。如果你刚接触 Union Arena， 是不是经常看到卡片上有个黄色框框，里面写着一些看起来很厉害但又不太懂的词？别担心，今天这期影片我要用最简单易懂的方式带大家认识这些黄色框框里的关键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以及了解它们在对战中的妙用。首先，第一个是 Step， 也叫做滑步或者是撤步。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角色移动的基本规则。在己方移动阶段时，你可以将自己能源线上的任意数量角色卡移动至前线。一般来说，在前线的角色是没有办法自己移动到能源线的，这就是这游戏的基本限制。而 Step 这个能力则打破了这条限制。持有 Step 的角色卡可以在移动阶段从前线移动回能源线。Step 这个能力打破了常规的移动限制。在实战中有很多妙用，比如你可以将一张有 Step 的角色拍在前线，以免对手在前期进行偷血；也可以将角色转换为能源，为后续的 combo 做准备。这里有一个关键点需要特别注意，如果你想要在能源线已经有了4张卡片的情况下，把持有 Step 的角色卡移动到能源线，你将需要把一张能源线的卡片放置到移除区后才能进行移动。下一个要说的关键字是 Snipe， 也叫做狙击。Snipe 可以让己方的角色指定对手前线的角色进行攻击，有指定的情况下，对手不能阻挡。一般来说，当我方角色进行攻击时，对手玩家通常有2种选择：一、选择使用不太重要的角色进行阻挡，或者是2、选择不阻挡，来把核心角色留在场上。但是，如果你使用有 Snipe 的角色进行攻击时，可以自己决定要攻击的对象。无论对方角色是活跃还是休息状态，你都可以指定它作为攻击目标。被指定为攻击对象的角色不会改变活跃或休息状态，也就是说，被 Snipe 时，被攻击方不会产生阻挡的动作，也自然的不能发动阻挡时的效果。虽然 Snipe 攻击时不会发生阻挡，但是还是会发生战斗。所以该战斗时发生的战斗胜利时、冲击或退场时的效果依然会发动。此外 Snipe 不是一般的效果，是赋予角色选择攻击对象的权利。所以如果对方角色有着不能被角色卡效果选择的效果时，我们还是可以指定该角色作为攻击对象，除非对面角色有着不会被 Snipe 指定的效果。接下来要说的关键字是2次攻击。拥有2次攻击的角色卡在自己的回合第1次攻击时会转为活跃状态，而该角色又可以再转为横置来进行再一次攻击，以此来达成在一个回合中打出2次攻击。此外，2次攻击也可以和其他进攻类能力达成配合，例如冲击、伤害2、攻击时等。如果一个角色同时拥有2次攻击和冲击，那么他的2次攻击都会带有冲击。假设对手场上没有冲击无效或高 BP 的角色，且在第1次攻击时对方没开出有用的 trigger， 那么该角色势必能拿下对方2点生命值。下一个关键字是2次阻挡。拥有2次阻挡的角色卡在进行阻挡时，横置后就转为活跃状态。这样一来，若对方玩家继续进攻，该角色可以再次转为横置，来进行第2次阻挡。要注意的是，如果在第1次阻挡时，若我方的防御角色的 BP 等于或少于对方的进攻角色，我方的角色依然会因为战败而退场。所以即便该角色拥有2次阻挡，也没有办法存活以进行第2次防御。所以2次阻挡最理想的应用场景是当你能确保你的角色在第1次阻挡后还能够存活下来。举例来说，假设对方场上的全都是高 BP 的角色，最理想的情况下是在对方第1次攻击时，我方的生命值里可以开出一个激活的 trigger， 激活这个 trigger 可以让我方场上的一张角色卡在这回合 BP 增加3000。如果我们选择激活的角色拥有2次阻挡的话，那么该角色大概率可以安全的进行2次防御并存活下来。接下来要说的关键字是伤害。一般来说，当我方攻击对方玩家而对方选择不阻挡的话，我们可以指定对方的生命区翻开一张卡片来进行 trigger 确认。也就是说，一般的角色卡给予的伤害默认为1。
伤害这个黄色框框里一般会有一个数字，而当你的角色有着伤害 N 且成功直击对方的生命区时，你这可以指定对方的 N 张生命卡，对对方造成 N 点伤害。以这张蓝色监狱的久远射为例，它的效果是，对手前线拥有激活状态的角色的情况下，此角色获得伤害3，所以若是对手不阻挡他的攻击，就会受到3点伤害。同理，若玩家不进行阻挡，那么这张拥有伤害7的奇遇就可以一口气清空对方玩家的生命区。除了角色自带的伤害 N， 还有一种可以增加角色伤害的关键字，那就是伤害+1。伤害+1可以让你的角色卡的攻击直接造成伤害时，追加1点伤害，且这个伤害是可以叠加的。下一个要说的关键字是冲击。当拥有冲击仪的角色在进行攻击的战斗中战胜了对方的角色卡，会给予对方玩家1点伤害。简单来说，冲击就是可以让你的角色拥有贯通伤害，而冲击后方的数字代表的就是攻击角色打败防守角色后所造成的伤害。但如果防守方选择不阻挡带有冲击的攻击，那么受到的伤害就还是普通的1点伤害。因此在对战时，如果面对高 BP 又带冲击的角色，防守方往往会选择不去阻挡，以避免既牺牲角色又吃到额外伤害。除了角色自带的冲击，还有一种可以赋予角色冲击的关键字，那就是冲击+1。冲击+1可以使一个角色获得冲击1，但如果该角色本身已经拥有冲击的情况下，则是会增加该角色战斗胜利时所造成的伤害，且冲击+1是可以重复叠加的。然而面对冲击，还有一种有效的反制手段，那就是冲击无效。拥有冲击无效的角色进行防守时，会让对方的攻击角色在本次战斗中失去所有冲击，所以即便防守角色战斗失败了，也不会造成伤害。好啦，以上就是本期关于 Union Arena 关键字的全部内容。相信通过今天的介绍，大家对这些黄色框框里的关键字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希望这些解释能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游戏。如果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请记得给我点个赞，还有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接下来的任何精彩内容。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